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58岁男子深夜脑梗瘫痪，医生提醒中老年人晚饭后要少做这3件事。杨叔叔是一位58岁患有高血压的老人，平时杨叔叔习惯吃完晚饭后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抽烟，而且杨叔叔对烟的需求比较大，每次晚饭后都能抽10根，一天可以抽1包，是一名名副其实的老烟迷。一天晚上，而且还是温度比较低的晚上，杨叔叔和朋友2个人刚抽完几根烟，杨叔叔和友人都觉得温度低，就应该喝点小酒来暖和身体。于是杨叔叔和友人吃完晚饭后，就在楼下有院子的地方喝酒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，聊到晚上9点多才各自回家睡觉。这天深夜大概是12点多的样子，杨叔叔有了尿意，准备起床去上厕所，但杨叔叔感觉左侧的肢体有麻麻木木的感觉，而且头很重，伴随着昏昏沉沉的不适，而且脸颊也有麻木的感觉，尿意无法受自己控制，所以杨叔叔直接的尿在了床上。但是想要叫老伴，却又不知道怎么说话。杨叔叔的老伴感觉身侧的杨叔叔一直有抽搐和抖动，而且还闻到了尿骚味。老伴终于从深睡中醒来，老伴看到杨叔叔的样子，吓了一大跳，因为杨叔叔的裤子全是尿液，脸上全是眼泪。老伴马上拨打了急救电话，救护车把杨叔叔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后，医生给杨叔叔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，体温36摄氏度，面部左侧的鼻唇沟变浅，深舌未偏，右侧的肢体肌力5级正常，左侧的肢体肌力3级，能抬离床面但无法对抗阻力。测量的血压有158/90毫米汞柱，血糖正常。医生为杨叔叔做了颅脑 CT 的检查，发现右侧的额叶位置有软化灶的形成，又做了核磁共振和核共振脑动脉血管检查，检查发现双侧的额叶以及侧脑室有多发小斑块，右侧大脑中动脉僵硬，有中度狭窄，左侧的大脑中动脉未见异常。接下来又做了 DWI 磁共振离散加权，发现左侧的额叶高信号，医生确诊为急性脑梗导致的肢体偏瘫。经过医生的抢救，杨叔叔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，家人们也松了一口气。医生耐心地安慰杨叔叔的家人，这是一个持久战，需要心平气和地面对。听了医生的劝告后，家人也沉下心来，静静地陪伴着杨叔叔，照顾着他。在家人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下，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的杨叔叔，左侧肢体瘫痪情况好转了很多，现在左侧肢体的肌力已经到了5级，是正常的。杨叔叔在家人的陪伴下终于出院了。那么通过这位58岁老人杨叔叔得急性脑梗的例子，大家可能会有所疑惑，杨叔叔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脑梗呢？脑梗的危害又有哪些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简单介绍急性脑梗。急性脑梗是一种突发性的脑动脉血流供应中断而发生的疾病，所以会让人措手不及，病因非常复杂，而且具有多样性。脑梗塞这个词汇在医学的领域里的含义远超过它的文字表面，它不仅代表着一种疾病，更是很多家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和无尽的痛苦。我们要深入了解脑梗后背后的主要原因。研究指出，心源性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是其最主要的罪魁祸首，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，它在医学上常常被称为中风，是导致脑梗塞的根本原因。那么这种硬化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其实它与我们的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，甚至遗传背后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杨叔叔的生活轨迹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。他的长期吸烟和饮酒的习惯
已经成为动脉硬化的助推器，加速了脑梗塞的发生。说到脑梗塞的影响，后果可以说是毁灭性的。当血流无法流入大脑的某一部分，这部分的神经细胞将会因缺氧而死亡，从而导致身体的某些功能丧失，瘫痪、失语，甚至是意识的完全丧失。这些都是脑梗塞可能带来的恐怖后果。一个活跃健谈的人可能在瞬间变得无法动弹，无法说话，这对于患者和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脑梗塞并不是一个遥远的医学名词，而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潜在杀手。我们要清楚地知道，杨叔叔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的。事实上，脑梗塞在中老年人的人群的发病率是惊人的高达 70%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将近2/3的脑梗死患者首次发病时已经超过了60岁。这意味着，每当我们走在街上，可能有1/3的60岁以上的老者都有或者是曾有过脑梗塞的危险。因此，对于脑梗塞，预防远比治疗来的关键。我们应该从日常的生活中做起，调整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定期体检，及时发现和干预潜在的风险。医生提醒大家，中老年人晚饭后要少做3件事。中老年人晚饭后要少做这3件事。第一，晚饭后抽烟喝酒。杨叔叔的爱好之一就是抽烟，而脑梗的发病率会因为抽烟而增大很多。在抽烟的时候会损伤动脉的血管内皮，而血管内皮被损伤最大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动脉粥样硬化，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另外，季节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杨叔叔的脑梗。因为正值气温冷的晚冬，所以老年人的心血管会在一定程度上收缩，加上血液循环比较慢，动脉粥样硬化一出现就会导致血流速度更慢，甚至停止。这个时候出现脑梗就是一件毫不意外的事情。所以晚饭后不要抽烟，少喝酒也是要做到的。因为经常喝酒也会引发脑梗，喝酒会让血压升高。杨叔叔本来就是一个有高血压的人，喝完酒后，酒精进入到人体会刺激交感神经，导致心脏排出的血液的量增加，血流量速度加快，血压内的压力增加，给本来就控制的不是很好的血压雪上加霜，从而导致脑梗的出现。所以要尽量少喝，甚至不喝酒。第二，晚饭后洗澡。冬季洗澡的水温会比夏季的要高很多。在一个封闭的浴室里，老年人的血管本身就比较薄弱，刚吃完饭后的老年人的胃肠道还在进行消化活动，血液在胃肠道集中流动，此时热水刺激皮肤和腹部，就会导致血管扩张，血流量减少，胃肠道活动无法正常的进行，可能老年人会有消化不良的反应。而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就要更加的注意，因为胃肠道的血液流动会增加，心脏的血流量就会减少，心肌会有缺血的情况，这个时候心梗就会发生。所以晚饭后不要立即洗澡。第三，晚饭后直接上床睡觉。平躺的姿势会导致胃食管内的食物反流，中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呕吐不适的情况。如果呕吐物导致气管被堵塞，将会发生昏迷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另一方面，血液中的脂肪含量比较高，如果有血脂高病史的人吃完晚饭后就睡觉，那么很容易会造成动脉内膜脂质加速的堆积，引发动脉粥样硬化，最终出现脑梗。所以晚饭后直接上床睡觉是错误的习惯。中老年人是脑梗高发的群体，所以晚饭后少做这3件事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，也是避免脑梗发生的预防方法。那么大家应该做些什么来预防脑梗呢？3. 预防脑梗的方法。脑梗是一个发病率很高的疾病，所以大家会对脑梗有一定的错误认知，认为脑梗发生无法挽留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从根源上阻止脑梗发生，方法大致概括为4个字：多动少吃。1. 多动，可以从游泳这种运动开始。游泳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肺活量得到提高，还可以促进全身的肌肉伸展，全身的血液循环也会稳定很多，
是预防脑梗的一个好运动。当然，不只是游泳，慢跑、快走、太极等等也是很好的运动，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运动开始，这样就会有动力。2. 少吃，不是指的不吃，比如像杨叔叔这样的烟草爱好者，就可以从烟草开始。还有戒酒，糖尿病患者就需要低糖饮食。总之，自己原本得疾病需要忌口的食物就要禁止摄入，才是真正的少吃。总的来说，如果大家和杨叔叔一样有不良的生活习惯，那要趁早的改正，养成正确的习惯才是预防脑梗的正确方法。吃饭后也不要着急睡觉，可以和朋友约着一起散步，在公园里走走，聊聊天。健康的身体需要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养成，所以从现在出发，大家可以试着作息规律，培养一个感兴趣的运动，饮食结构调整等方法来避免脑梗的发生，也为自己获得健康的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